魏无羡想着，这可真怪，蓝忘机粗暴地对待他，他又紧张惊慌，现在蓝忘机突然轻柔地对待他，自己却觉得心里痒痒的，浑身似着了火般，难耐极了。他难耐地开口：“蓝湛，不要这样，帮我啊！”那声音似钩子般勾着蓝忘机，又似一声声不满的催促，几乎要将人的理智压垮。被蓝忘机弄得又麻又软，快要不能呼吸，他便不满地推着蓝忘机的肩，蓝忘机才将他放开。魏无羡离了蓝忘机的压制，抬眼去看那人的模样，见蓝忘机除了呼吸稍微有些乱之外，面色都如常，连衣服都还好好的穿在身上。他刚才虽然也胡乱的扯了一阵，可姑苏蓝氏的服装太过繁琐，蓝忘机穿的又是异常整齐，竟也没被他扯得有多散乱。反之，自己衣衫早就大开，只虚虚的搭在手臂上，好像每次都是这样，便是气都不打一处来，非要坐起来一点去扯蓝忘机的衣服。他这回非要把这雅正第一的小骨板剥个精光不可，伸手就去扯他的衣服，滑进他的里衣里，贴着肉一阵乱摸。蓝忘机抓住他的手，警告道：“别乱动。”魏无羡是怕吓唬的人吗？挣扎起来：“我就要动，怎地？只许你拖我，不许我拖你啊？讲不讲道理了？”这副身体，魏无羡除了失忆那日醒来匆匆看了几眼，就再没见过了。平时穿着衣服并不觉得蓝忘机的身材如此的好，肌肉强健而匀称，雪白的胸膛在动作中也会随着他的低喘而有些微的抖，光是看着就让魏无羡心脏疯狂的乱跳。他抬手抚上去，殷勤动蓝忘机身上也覆了层薄汗，体温也有些高，感受到他胸膛之下狂乱的心跳，丝毫不比自己的弱。魏无羡的脸瞬间刷的就红透了，毕竟这可是冰清玉洁的蓝忘机啊，年少时在冷泉，想靠过去看一眼都不行的啊。一想心下不免又觉得可惜，早知道这么有看头，当初就应该死皮赖脸蹭过去看个精光。不对，当时看了就腿软，走不动路了，该怎么办？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许多画面如过眼云烟，在魏无羡脑海中迅速闪过。他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，想起他们的死别又再重逢，如何相互吸引，惺惺相惜，想起观音庙轰轰烈烈的告白，想起蓝忘机难得又迷人的笑，如晴光映雪，也映在了他的心上。对啊，我这么喜欢的蓝湛，怎么能忘了呢？蓝湛，蓝湛，他的手还圈在蓝忘机脖子上，便是圈得更紧了些，完全不想放开。蓝忘机此时正伏在他身上，听到他的叫唤，便支起一点身看他，好容易才挤得出一句：“还好吗？”魏无羡注意到蓝忘机近乎艰难地说出这句话后，耳朵脖子一片通红，眼睛也不敢盯着他看，心下知道蓝忘机定是还没有恢复记忆，初尝情事还害羞呢。这样的蓝湛真是可爱到犯规，便是做恶欲又起，想使起坏来。不好，他假装委屈道：“二哥哥你凶死了，我腿现在还麻呢。”我弄得蓝忘机说话都有些不顺，想着还压在人身上呢。我先退出来。魏无羡却是锁紧后穴不让他出来。魏婴突然的一缩，刺激的蓝忘机声音里都带着警告的意味。魏无羡笑起来道：“不嘛，我挺喜欢你撑着我的。”你……蓝忘机听着这话就晃了一瞬的神，可就那一瞬间，魏无羡就是翻了个身，将蓝忘机压在身下。蓝忘机就看着魏无羡跨坐在他的身上，对他勾着嘴角笑得欢快。是啊，我记忆恢复了。这是为何？魏无羡笑得一脸不怀好意，道：“因为我的愿望就是和小蓝二哥哥上床。”胡说八道！这个蓝忘机可听不得这种梦浪话，那又羞又臊的模样，惹得魏无羡哈哈大笑。蓝忘机几乎是咬着牙，又挤出一句：“不得说这些淫词浪语。”好啊，你个蓝湛！这话魏无羡就不爱听了。当初说喜欢我这样，怎的？现在借口失忆，又嫌弃我了，不想要我了？蓝忘机赶忙道：“没有。”魏无羡斜眼瞄他：“没有什么？没有嫌弃，不会不要你。”魏无羡大笑出来：“噗，哈哈，小蓝湛你怎地这么可爱？什么你都这么认真回答，我他妈胡说八道的呀！”知这人又故意捉弄他，蓝忘机正要发作，魏无羡却抢了先机，俯身过来给了他一个吻，随后温热的喘息浮在他面上。魏无羡弯起亮晶晶的眸子，低哑着声音对他道：“二哥哥别生气，你别动，这回让我来好好伺候你。”说罢，还被绑着的双手抚上蓝忘机紧致的小腹，描绘着他形状分明的腹肌。
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更多完整版小说。魏无羡直接就瘫倒在蓝忘机身上，迷迷糊糊中好像听到了蓝忘机唤他，可是他连回答的力气都没了，也管不了汗和浊液黏腻了两人一身，直接昏睡了过去。魏无羡是在一个温暖的怀抱中醒来的，如同他那些寻回来了的甜蜜记忆般，每日在蓝忘机的怀里迷迷糊糊的醒来，枕着那结实的胸膛，再在那张俊美的脸上胡轻乱啄一番。蓝忘机也不制止他，轻柔地揉着他的脑袋，问他：魏婴可还好？不好。魏无羡抬起他的手道：韩光君怎的从小就有这癖好，都把我绑出血了。看着那手腕上勒出的一道道红痕，蓝忘机可心疼了，给他揉了揉，无比愧疚道：先上药。说罢就想起身去拿药，魏无羡却又抱住他，不给他走。待会还有呢。有点委屈的道：小蓝二哥哥怎地也这般厉害啊，搞得我腰都要断了。蓝忘机手摸上他的腰，又给他按摩。疼？疼死了。魏无羡原先就喜欢一边给蓝忘机按摩，一边躺在他怀里撒娇，现在当然是欣然的接受蓝忘机的服务了。被按得舒服，浑身都放松开来，他眼皮子又开始打架。蓝湛就是技术好，可一想不对啊，这手法如此熟练。他惊醒过来，对上那清浅的眸子：蓝湛，你也想起来了？魏无羡高兴地捧着他的脸，又亲了一大口。我的好蓝湛可回来了。蓝忘机将人圈在怀里，顿了顿，又道：对不起，之前还凶你。哎，这傻哥哥在说什么呢？魏无羡又亲了他一口，道：我们之间不是永远都不说这个的吗？我不能说，你也不准说。而且能遇到小蓝二哥哥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高兴？魏无羡大笑起来。我先前说，你应该在求学时就把我拖到后山办了，也不全是玩笑。我确实有想过，若是我们能在最早时便心意相通，是否就能弥补了之后分离了那么久的遗憾。那小山神大概是想圆满我一个想法，才给我和小蓝二哥哥一个相处的机会吧。蓝忘机圈着他的手紧了一些，对他道：魏婴，你现在在变好。魏无羡笑盈盈的，心道：果然什么样的蓝忘机他都喜欢。不过小蓝二哥哥确实超级可爱，若是没失忆就好了，就可以对着小古板撩来撩去了。可惜啊，可惜。这么一想，他又问：蓝湛，既然你停留的记忆点是我的愿望，那你可知我的记忆是为何？蓝忘机道：我有悔。他看着魏无羡的眼睛，缓缓开口：乱葬岗，不夜天，没有和你站在一起，让你那么孤单。蓝忘机始终忘不了他在夷陵和魏无羡偶遇后，魏无羡送他下山，和他告别后离去的那个背影，形影消瘦，孤孤单单地引入丛林。待魏无羡身死后，他时常在想，为何没有待在魏婴身边？就算结局不能改变，也至少能让他感觉不那么孤单。魏无羡紧紧地回抱着他，吸着他熟悉无比的檀香味，闷在他怀里道：蓝湛，你以后多陪陪我就好了。好。蓝忘机抱着他，在他发顶轻轻落了一吻。魏无羡又笑着蹭过去，贴上蓝忘机的双唇。江澄时常大骂魏无羡是越活越回去，这话是没错的。失忆了1个多月，魏无羡全是自己打理自己的，这才刚恢复记忆的第一天早上，便又过上了衣来伸手的日子，享受着蓝忘机给他穿戴衣物。一眼瞟到桌上的锦囊，才想起是昨天小山神给他们的。昨日他们一进门就打得火热，哪里还记得看这物？虽然他们的记忆都恢复了，但魏无羡这人就是好奇心极重，非要去看里面写了什么，便打了开来，里面只有张纸，就见上面写道：二位仙师，上个床就能恢复记忆，魏仙师的心愿就是如此简单粗暴。因探了夜空记忆，知晓夜空打扰二位多次，担心二位会将他暴打至半身不遂，才特意没有当面直说，望见谅。特送上我与夜空之羽毛，带着此羽毛可入任何结界，愿对二位之后业力有所帮助，以此感谢。刺啦！魏无羡一气之下，直接把纸条撕了。这2只蠢鸟，当真是气死我了！要不是一个，我们根本不会失忆；要不是另一个，我们早就能恢复记忆了。他说的激动，却看蓝忘机还是那般云淡风轻，又道：蓝湛，你都不生气吗？不气。蓝忘机将锦囊里一黑一白2根羽毛拿了出来。魏无羡看着，又道：罢了罢了，这倒是个好物，我们先收好。蓝忘机点了点头。魏无羡对蓝忘机俏皮的眨了眨眼，道：那蓝二哥哥帮我梳个发好不好？二哥哥给我梳发，我就不气了。
蓝忘机微微牵动了一下唇角，答他：“自然是好。”魏无羡只觉得被这个笑容晃得甚想法都没有了。管他啥失忆啥蠢鸟，为了看到这一笑就不亏。魏无羡感叹道：“我离了寒光卷还真是不行呀。”那便不离。在他顾着打量自己外形的时候，蓝忘机已经在收拾东西了。不离不离。魏无羡又靠过去问他：“蓝湛，我们今天要去哪？”回家。蓝忘机伸手过来牵上他的手，一双清浅的眸子望过来，慎重道：“魏婴，我们回家。”魏无羡突的就感觉鼻子一酸，这个蓝湛啊，真是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蓝忘机感觉自己手心里被人挠了挠，而那使坏的人对着他咧嘴一笑，道：“好，蓝湛，我们回家吧，回云深不知处。”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